And Aero 这个2014年才成立的韩国新锐品牌，短短几年时间就被各大韩星无数追捧，甚至仅花了2年时间就登上了 Vogue、Newland 杂志，更被 Vogue 赞誉为能够与 Velvet 并驾齐驱的品牌。它是如何用十足的创意、独特风格的品牌形象，深受大家的喜爱呢？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聊聊这个现代解构主义的新锐品牌 And Aero。2014年12月，有一群来自不同领域、社区所制的一个品牌，与一般大家认知中的时尚品牌不同 ，And Aero 并没有所谓的创意总监，他们是由20多位从事各行各业的人士共同运营打造的，包含广告业、建筑业、餐饮业、室内设计等专业人士，以此囊括更多来自各方的创意。每位成员平起平坐，站在同一阵线上。并且他们至今没有公开露脸过，是个相当神秘的品牌。他们是一个以时尚为基础文化传播品牌，基于本 Near Amazing 的品牌口号理念，完美呼应了解构主义设计，打破旧单元秩序再创造。放在服装界，就意味着对服装材质、色彩等进行拆解和重组，专注于表达人们日常生活中容易错过的事物与活动，让人们感到熟悉却又陌生的新鲜感。用自身独特见解的方式重新编辑摄影、空间、艺术、家具、文化等内容，因此你会看到在 And Aero 的实体店面时，时常有一些特别的小玩意，你很难去定义它，但它却是一个令人想多去琢磨的装置艺术。And Aero 名称中的 AD 指的是 Endostylist Drawing，ER 则是人的尊称。因此 ，And 意指美学画家 ，Aero 则是字面上错误的意思，带有负面观感。会加上此元素的原因，是因为品牌认为没有任何一件事物是完美的，因此加入 Aero 才有值得欣赏的地方。而 And 这个词在韩语中也是其他的发音，体现了该品牌对非正统风格和几乎错过事物的追求，或者说我们几乎认为理所当然的事物。我们童年时期的一些东西，当我们成年后再次审视它时，我们会发现它具有新的意义与价值。品牌强调创意多于专业，每位成员都可以不受限制地表达想法去设计。品牌核心就是 Fine，F-I-N-E， 代表 Fun、Admiring、New and Easy。简单理解就是，只要你拥有有趣的灵魂或者是想法，就请毫不犹豫地去做。设计以贴近大众为主，不需要复杂，让时尚变得容易接触，每个人都能够去欣赏且驾驭潮流品牌。And Aero 很会重新去诠释人们忽略的东西，那就是把复杂的事情简单化，无论从形式上或者是视觉上，都包含了无数当下年轻人最喜欢的元素。And Aero 最大的特色就是无性别的设计概念，服装剪裁都以宽松为主，以往甚至不分尺寸。大胆的复古色系、拼接色块也都是亮眼的特色，有时前卫，有时又怪的可爱，并且他们在视觉上下足功夫，形象照每每如同艺术品一般精彩。而这些玩味夸张又极富趣味性、大胆配色、恶趣味细节、强烈街头感等元素，都体现了品牌一贯的调性。因此，无性别的风格更是成为了现在街头潮流的品牌标志，不仅深受时尚名人爱戴，连韩星艺人们更是争先恐后的穿着。此外，细节更是不可遗漏的设计。And Aero 独具特色的品牌视觉语言，更是使他们出圈的因素之一。他们将自己的 logo 趣味化处理，比如俄罗斯方块标签、流动的字体、标签字体等等。这些设计被运用到各种衍生作品中，而这些小 icon 细节设计就足够让设计师们研究半天了。而这些小元素的设计，使 And Aero 在服装细节的处理更加出彩。就算是基础款的设计，也总能在口袋、印花、缝边等细节处发现新奇的亮点。这年代的人很多是品牌消费者，基于认同品牌形象情况而做出购买的判断，不约而同与 Velvet 一样，同为2014年的同级生，又恰巧是强调粗线条剪裁，因此被 Vogue 赞誉为与 Velvet 并驾齐驱，或多或少提升 And Aero 在国际的知名度。他们曾表示，
欣赏 Velvet 的品牌市场策略，但我们更着重于基本款的设计，务求令人看与摸，感觉起来都好玩。假如没有舒服这个大前提，就站不住脚了。另外，颜色也可以成为很有效的视觉锤。Under Armour 早早就明白了这个道理，用特定的颜色占领品牌声誉。他们认为蓝色能同时感受到温暖与冰冷，与其他颜色也能和谐搭配，在众多颜色中能脱颖而出。因此，高饱和度的蓝色更成为了 Under Armour 的品牌颜色。近几年来，消费者的胃口逐渐被养大，因此品牌方为了要留住顾客的脚步，更加着重于商品的陈列方式。比起一整件的商品输出 ，Under Armour 更懂得结合视觉艺术创作，搭配独特的装置艺术，带给人们观感启发。不心疼地将店面空间画出一系列的展示设计，打造出破旧、机械且带有未来感的视觉造景，结合季度服装的风格媒体，让民众随处参观、打卡分享，迎来网络上讨论度与热门回响。此外，加上品牌独特的餐饮服务、新颖的蛋糕设计，在参观具有魅力的 Ender 博物馆同时，也能静下动作，细品当下的甜蜜氛围，让消费者享受一整体的精密服务。主打就是一个让你经不起服装的诱惑外，也让你阻挡不了对于食欲的诱惑。而 Under Armour 并没有像其他潮流品牌一样邀请韩国明星来做代言，而是借由高品质的布料以及设计，自动自发地打中时尚 icon 以及潮流明星，例如 Jennie、泫雅、李圣经、朴宝剑、车银优都频繁上升过。近年来，各式家业务范围积极地展开各种联名动作，4次的 Maison Capsule、3次的 Puma、2次的 Zara 以及 Casterify 跟今年的 Converse， 几乎每一年都在与其他品牌推出联名商品。但即便如此，品牌影响力依旧火热，每次联名都纷纷出圈，让许多潮流名士爱不释手。如果人们只关注 Under Armour 对于潮流品牌的传播力，那就太片面肤浅了。Under Armour 真正厉害的，依旧不仅仅只是他们对于服装的理解，而是通过服装所传达的思想，以及基于思想之下的视觉语言。一个潮流品牌如果没有令人印象深刻的品牌记忆点，很快就会被时代更迭。因此 Under Armour 的这些鬼马搞怪的创意思想，成功打破了韩流服饰在人们心中的固有印象，并对当下潮流进行重塑，成为他们独具创意的风格亮点。在市场竞争之下，他们一直在做不同的尝试。Ender 是一个懂得借由设计语言表达个性想法，坚持自己的理念，用创意来吸引大家的眼球。现在的 Under Armour 也陆续在全球24个国家内增设品牌商店，并持续通过重组与编辑，给予大众新鲜却又熟悉的时尚体验。不晓得以上的联名款服饰哪一个更中你的胃口呢？我自己是有去过韩国的2间本店逛逛，也吃了他们的特殊蛋糕，但不得不说，到头来是基本款的服饰最合我的胃口。他们家的自身品牌面料确实是真的好，而价格就比较贵就是了。希望以上的分享能够让你们更了解 Under Armour 这个品牌。如果未来想要看看哪一个潮流品牌介绍的话，也欢迎在底下留言敲碗哟。最后，请不要吝啬你的手指，在底下帮我按赞、订阅、分享。我是阿胜，那我们就下次影片再见喽，安妞。生产和销售，至于这么炙手可热的品牌有没有出过什么样的 trouble 呢？当然，还真的有。